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消费主义。你们知道消费主义是怎么出现的吗？为什么我们似乎都被它深深吸引着，甚至有些沉迷其中呢？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避免成为所谓的新穷人？首先，我之所以对消费主义这么感兴趣，是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震惊我的新闻。这个新闻是关于爱马仕推出了一款售价高达 16.5 万元的自行车。是的，你没听错， 16.5 万元。在我家乡，这个价格足业可以买2套海景房了。我当时还以为这是一辆超高科技的电动自行车呢，但实际上这只是一辆普通的人力自行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样一辆自行车竟然会有人买。接下来就是更让人惊讶的事情了。去年夏天，也就是上海最热的时候，路易威登和上海的3家咖啡馆联手做了一个限时书店活动。他们卖的书，大部分人都不会在清醒的时候买，比如290元的城市指南，或者1200元的影集。然而，这些书却出奇的火爆，很多人甚至在烈日下排队等着买。他们不是突然对阅读产生了兴趣，而是因为买2本书就能得到一个带有品牌 logo 的帆布袋。这个帆布袋在网上的成本可能不超过5元，但现在至少要花580元才能拿到。这些例子让我们思考，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我们是如何被各种品牌和广告所吸引，甚至有时候被误导，从而不断消费的。作为理智的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在享受消费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财务健康和理智呢？在我们聊消费主义的这个话题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也非常有意思。比如，有一位小姑娘为了买到路易威登的限量版书，排了2个小时的队。当记者问她是不是为了看书时，她说她随便买了2本，其实主要是为了得到那个帆布袋。这就让人想起了古代的买椟还珠故事。也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在追求品牌的同时，忽视了产品的真正价值。网友们也有不少评论，有人说这是品牌在割韭菜，因为这些所谓的城市指南和影集并不是正规出版的书，更像是品牌的宣传册。而在官网上，这些电子版的内容可能只要几十块钱，甚至有的还能免费看，但如果想要得到那个帆布袋，就必须花费更多。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瑞幸咖啡推出的酱香拿铁。很多人误以为是咖啡里加了茅台酒，实际上是加了茅台酒风味的奶。那几天，我的朋友圈里就充斥着酱香拿铁的照片，即使那些平时不喝咖啡的朋友也加入了这场摄影大赛。这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喜欢这种咖啡，而是因为茅台这个品牌的吸引力。这些例子都展示了消费主义的强大影响。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提到的3个概念，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是相互关联的。在早期的工业社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劳动力的增加。那时，鼓励更多的人成为产业工人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形成了一种工作伦理。在那个被鲍曼称为生产者社会的时代，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是个生产者，他们的工作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这个话题的深入讨论中，我们不能忽视技术进步对社会的影响。技术的发展导致人类逐渐被机器取代，许多工厂甚至实现了完全的自动化。因此，依赖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已经在逐渐消失。这就意味着以工作伦理为基础的生产者社会正在慢慢解体。随着商品极大丰富，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消费者社会。在这个时代，人们首先是消费者，然后才是其他身份。消费习惯和方式成为了决定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想想看，当我们第一次见到一个陌生人时，往往会通过他们的穿着打扮和出场方式来做出判断。比如，背名牌包的人和拿着尼龙袋的人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举个例子，如果单纯从使用价值来看，兰博基尼甚至不如50宏光实用，因为50能拉更多的人和货。
但人们购买兰博基尼不是因为它的实用性，而是因为它的符号价值。一个人从兰博基尼里走出来，立刻就传递出一种社会地位的信号。再看看名表和名包，表本来是用来看时间的，但100万的名表和几十元的手环在这方面的功能是一样的。包也是一样，名牌包在装东西这件事上不如尼龙购物袋实用，但名牌包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实用性，而在于它的品牌和象征意义。这就是为什么那辆16.5万元的自行车如此昂贵，它的价值不在于它能走得有多快，而在于它代表了什么。在安东尼加卢佐的《制造消费者》这本书中，他提到了一些与我们前面讨论的买椟还珠现象相关的因素。这次我想举一些关于中国的例子来更深入地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从历史课本上知道，中国古代主要是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下，人们需要购买的东西非常少。我们吃的是自己种的粮食，穿的是自己纺织的衣物。我们的上一代和上上代人，他们的手艺非常好，可以自己做衣服，自己缝制被子。在那个时候，人们真正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时候的消费主要是依赖自己或者附近的人亲手制作的东西，生产过程是可见的。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开始分离。现在，当我们想要消费某样东西时，第一反应往往是去购买，而不是自己制作。不论是去超市还是网上购物，我们的选择都是购买现成的商品。超市货架上摆放的大多数东西，我们很难看到它们的生产过程。我们来探讨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现代社会，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消费的产品几乎一无所知。比如，你可能喜欢吃的车厘子来自智利，但你知道智利的车厘子树长什么样吗？智利的农民是怎样收获车厘子的？或者你爱吃的榴莲可能来自泰国，但你知道榴莲是长在树上还是种在地里的吗？再比如，你喝的牛奶可能来自新疆，但你知道高温杀菌和巴氏杀菌是怎么进行的吗？你穿的衣服可能产自浙江，但你知道现代工厂一天能生产多少件衣服吗？所有这些，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清楚。商品从我们熟悉的附近变成了陌生的远方。工业化、全球化和商品化使得商品从具象变成了抽象。想象一下，生活在农村的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经验：养猪的家庭会请专业的师傅来家里杀猪，一部分自己吃，一部分卖给邻居。在很多地方，杀猪是一种盛大的仪式，通过这样的仪式，不仅完成了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还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感情。在这样的市场里，商品的价格几乎等于凝结在商品里的人的劳动。但在现代社会，奢侈品一定来自于远方，来自于陌生，来自于我们的不熟悉。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如此。所以，现在商品的价格和价值几乎都是由我们的想象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商品的价格与劳动成本无关，而是与我们认为它值多少钱有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在商品社会里，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和价值都来源于我们的想象。我们来谈谈消费主义的另一个有趣现象：商品的品牌和来源如何影响我们的消费选择。以奇异果为例，新西兰的奇异果价格往往比陕西的猕猴桃贵得多。但如果陕西的猕猴桃卖到奇异果的价格，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它不值这个价。然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并不大，至少不足以解释价格上的巨大差异。再看看星巴克的保温杯，大家都知道，一只星巴克的保温杯经常能卖到200多元。但其实这些杯子都是代工制造的，如果你搜索一下，可以找到生产这些保温杯的工厂店铺。同样的保温杯，只是因为印上了星巴克的 logo， 价格就能差2-3倍。这就是因为大家对星巴克的品牌有不同的想象。星巴克不仅仅是一个国际品牌，它还代表了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大家也许会问，星巴克的咖啡好喝吗？实话实说，它的美式咖啡并不怎么样，甚至有人觉得像刷锅水。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白领喜欢早上端着一杯星巴克的美式咖啡去上班呢？因为它是星巴克的。
如果星巴克的杯子上没有印 logo， 它还会那么受欢迎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些影响我们消费决定的想象是如何构建出来的？为什么在电影《川普拉达的女魔头》中，女主角拿着一杯星巴克看起来很合适，而如果换成一杯老北京豆汁就显得不那么合适呢？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在安东尼加卢佐的《制造消费者》这本书中有非常详细的解释，我强烈推荐大家阅读。简单来说，对商品的想象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品牌和广告构建的。在这方面，大众传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大众传媒的产生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告主。也就是说，在时代的桅杆下，是广告主的真金白银在支撑着。以报纸为例，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二次售卖理论。第一次售卖是报社把报纸卖给读者，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不赚钱的。我以前供职的半岛读书报，印刷成本都覆盖不了，卖一份就亏一份。但真正让报纸赚钱的是第二次售卖，也就是把读者群体卖给广告商。因此，虽然卖报纸本身是亏损的，但报社仍然努力扩大发行量，因为只有发行量足够大，广告才能卖出好价钱。到了新媒体时代，这种商业模式依然存在，所以我们看到的广告，无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网络上，都在不断地塑造我们对商品的想象，影响我们的消费决策。接下来，我们聊聊大众传媒如何与消费主义紧密相关。比如说，我这个才知道频道的内容，大家可以免费观看，但实际上我也是在通过广告来盈利。虽然我能卖出去的广告机会不多，但我的模式和其他媒体是一样的。在这方面，杂志是最典型的例子。你们可能不知道 magazine 这个词最初来源于商店 magazine， 而 magazine 最早的意思是货物仓库。比如你的美丽杂志，它是法国最早的女性杂志之一，由欧莱雅创始人欧仁·舒莱尔创立，旨在促进化妆品的需求。杂志通常不仅仅包含新闻，还包括大量的生活方式、时尚穿搭和文化内容。比如我最喜欢的三联生活周刊，他们的 slogan 就强调了杂志与生活方式的关联。虽然他们的新闻做得很好，但作为一个生活周刊，杂志的核心还是生活方式。对于不常看杂志的人来说，这种混合新闻和生活方式的模式可能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但其实严肃新闻对于杂志来说，主要的作用是增强其公信力，让人们更相信他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大众传媒，尤其是商业性媒体，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新闻，而是生活方式相关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分不清楚这些内容中哪些是广告，哪些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消费类、生活方式类的内容更容易盈利，而与消费无关的内容则更难盈利。当然，这里说的都是商业性的媒体，而不是政治性的。接下来，我们还要聊聊早期媒体的性质和现代媒体的变化。在很早以前，很多报纸都是政治性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宣传革命思想或政治主张，而不是考虑市场化生存。但这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国最优秀的内容团队往往来自于杂志界，比如人物、时尚先生、GQ 等，这些其实都不是新闻杂志，而是以生活方式和时尚为主的杂志。新闻在这些杂志中只是点缀，它们主要的内容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他们通过精致的照片和文字，为我们呈现新的事物、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词汇、新的标准、新的潮流，甚至是新的焦虑。在新媒体时代，杂志在消费引领方面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就像我之前举的茅台拿铁的例子，它之所以火爆，背后的社交流量助推不可忽视。广告商所推动的消费主义潮流对大众传播的介入是全面且深刻的，不仅仅是在媒体领域，还包括电影、电视、艺术等各个方面。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从短缺经济中解脱出来，商品供大于求，因此商人需要制造需求，把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卖给我们。因此，总有新的潮流和幻梦值得我们追求。
这种消费主义不仅仅是个人选择，它还在社会上制造了一种价值判断。当然，我并不是说消费主义有什么不好。如果一杯星巴克能给你带来快乐，那么何乐而不为呢？但我担心的是，消费主义在这个时代可能会制造某种暴政，即它在社会上制造了一种特定的价值判断。消费主义在社会中塑造了一种价值观，那些拥抱消费主义的人被视为优秀和高级，而那些消费不起或不拥抱消费主义的人则被看作低级趣味，甚至被认为是不注重自我管理和没有魅力的。鲍曼将这部分人称为新穷人，暗示着不合格的消费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缺陷的。这不仅仅是一种事实上的判断，更是一种道德上的评价。举个例子来说，现代女性在大众文化中常常被塑造成一个特定的形象。琼·布鲁姆伯格在他的书《身体计划》中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少女的日记内容。他发现，在一战前的维多利亚时期，女孩们经常希望提升自己的内在品质，如毅力、无私和专注。但到了20世纪，年轻女孩们的关注点转向了管理自己的外表。比如，一个年轻女孩在1982年的新年计划里写道，她要用积攒的预算和看护小孩挣来的钱来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包括新发型、新妆容、新衣服和新首饰，甚至还要减肥和买新眼镜。布鲁姆伯格把女性的身体定义为一个消费项目，而且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项目。女性为了达到美好身材的标准，就需要不停地消费，比如瘦脸针、瘦腿针、化妆品等。这些都需要花钱，如果你不这么做，就很难被视为符合现代女性的标准。我们来谈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穿衣自由。什么是穿衣自由呢？是不是简单的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就算是自由？你会选择穿一件特别土的衣服去上班吗？或者想象一下，如果有人穿着廉价的尼龙衬衣骄傲地逛 SKP， 或者穿着9块9包邮的白色 T 恤去参加 LV 的时尚活动，这算是穿衣自由吗？我认为这些都是穿衣自由的表现形式，但我怀疑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这么认为。如果这都算穿衣自由，那么我可能是穿衣最自由的人了。美国的一本著名女性杂志《女士之家》从1920年代开始就一直倡导穿衣自由。他们主张，无论社会地位如何，每个女性都应该拥有穿衣自由的权利。以前，杂志总是谴责那些消费水平超过其社会地位的女性，但后来开始讽刺那些不懂时尚、不会消费的女性。这样的变化反映了一个事实：在消费主义的社会中，不再是过度消费被指责，而是不懂消费或者不愿意消费的行为受到了批评。在今天的话题中，我们将继续探讨消费主义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看法。资本和大众传媒的合谋不仅仅在于说服我们买很多东西，更在于让我们相信，通过购买这些商品，我们获得了某种自由。但如安东尼·加卢佐所说，这种所谓的自由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女性的形象也是消费主义塑造的产物，而不仅仅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结果。在消费主义的时代，简朴、节约和清贫这些品质越来越少受到赞美，而网络世界则充斥着对财富和消费的艳羡。现在，我们对一个人的判断不再基于他的个人品质，而是通过一些外在的标志，如穿着、品牌、身材管理、居住地点、开的车型和戴的手表。在消费符号构建人的时代，所谓的内在美几乎失去了价值。一个人的魅力被认为取决于他的品味，而品味与消费紧密相关。在消费主义时代，消费不仅仅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挑选符号。好的广告讲的是故事，是给产品赋予情感价值。消费者不是在购买一个简单的商品，而是在购买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品质、一种幸福感。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说，这样的消费是智商税，但实际上，消费者并非不知情。很多时候，消费本身就是目的。我们用钱买商品，再用它获得幸福感。这种幸福是真实的还是一种错觉，很少有人会深究。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认为勤俭和节约依然是美好的品德。
不需要为了社交媒体而消费，我们可以选择对自己更有意义的消费，而不仅仅是为了展示给别人。同时，避免超前消费和冲动消费，少看直播带货，不要借贷消费，始终保持理性消费，量力而行。随着我们今天关于消费主义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不仅仅影响了我们的购物习惯，而且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我们被各种品牌、广告和社交媒体所包围，它们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和决定。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并不总是来自于消费，它们更多地源自于我们的内心，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以及我们如何定义自己的价值和成功。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消费主义时代，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和对真实价值的坚持变得尤为重要。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启发大家对消费主义有更深的理解和反思，让我们不仅是消费社会的参与者，更是批判性的观察者。最终，我们的目标是找到平衡点，在享受消费的乐趣的同时，也保持我们的个人理念和生活目标。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